嗨，我是 Ben。那今天是5月9号的10点57分，礼拜六。那今天来录一下 Podcast。今天要讲，刚在洗澡的时候想了一下要讲什么，想说讲一下工作好了。就是不知道每个国家对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之类的。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就是我从小到大好像长到现在，就是一直会有一个观念是，如果工作的话，尽量要当三师吧，就是那个三个，然后师是老师的那个师，像是医师、工程师，还有什么啊是老师吗？对，总之就是大家普遍认为还是律师，有点忘了。就是大家对于师字辈都会有一些比较比较好的想象嘛，我也不太确定，但可能一方面是薪资收入吧，然后还有一些工作的稳定性之类的嘛，我也不太确定。医师的话，应该就是蛮稳定的吧，就毕竟大家这么缺。然后工程师的话，好像近年来会有被 AI 取代之类的，我也不太确定。嗯，我自己是工程师，是写软体的。虽然虽然 AI 变得厉害，但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有跟身边的同事聊了一下，问了他们的想法。我发现有一个人回答蛮有意思的，分享给大家。就是那个同事说，只要跑得比后面的人快就好。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浪来的时候，你跑得越慢，越容易被卷走。那个浪就是 AI 或者一些很厉害的新的科技。那你只要跑得比后面那些人还快，你就不会被 AI 给卷走。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不会因为 AI 失去工作，这样就觉得觉得蛮有趣的这个比喻，蛮喜欢的。那我自己觉得好像不会，对吧？就我自己工作上的状况，虽然都是 AI 写的，蛮多都是 AI 写的，但还是要取代人类的话，好像嗯，可能1-2年内，自己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吧。对，不是说不可能，但还有一段时间。那回过头来，刚聊了医师、工程师，老师好像是因为铁饭碗吧？铁饭碗就是嗯，在台湾人可能老一辈的观念会比较觉得铁饭碗就是工作比较保障，但到现代来讲，好像不会这么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我看到新闻都会说，就是老师压力很大，或其实工作的时数跟他们的薪水其实不成正比，或者是嗯，其实我开始在研究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就有深刻的体会到，就是老师虽然是在我们看来，学校老师可能是9点到5-6点吧，但他其实要花蛮多时间去备课，就是准备上课的东西。那想想，我觉得这确实是蛮花时间的。就他可能平常就要关心学生啊，或者是上别的课、上别的班的课，或者是做很多的琐事。那想象中备课这种事情，应该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会需要去做准备。那我相信，如果比较用心的老师，感觉都还是会需要一点下班后的时间，没有人打扰，然后去花一点时间去把可能后续要上课的内容准备出来。对，那总之就是台湾人好像对于这个师字辈有一些想象啊。那近年来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不同的师字辈出现，像是外送师，还有条码师。条码就是那个，嗯嗯，就是在台湾的话，
去商店购物，应该说去各国的商店购物都会开发票，给你，收据给你。在台湾有，嗯，要怎么讲？就是发票有号码，然后每2个月还是3个月，就是会抽奖，会抽那个发票的号码，然后有蛮多钱。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最大的是200万吧，200万好像是多少美金啊？6、7万美金吧，对，差不多。然后现在好像有1000万，就是如果你只要号码有对中的话，好像是全对的样子。我没有中过，所以我这不清楚。对，如果有一天中奖，再跟大家分享。那就是那个发票，反正后来发票这个事情又有电子发票，电子发票后又有要推行一些纸本，就是希望不要浪费纸本，所以就有一个电子载具，然后店员就会问你要不要刷载具，就是他会用那个感应的那个 barcode 条码机去 scan 去扫描你的可能手机上的，你可以直接显示出来你的 barcode，像这个，对，那你也可以其实就是放在手机背后，就是你可能自己做一个 barcode 之类的，whatever。那这个动作就是扫条嘛，然后就后来有人就是戏称超商店员就是条码师，好像不是戏称，就是超商店员会自己去揶揄自己叫条码师，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贬义，就我觉得蛮好笑的。嗯嗯，我虽然没当过超商店员，但就是我有做过类似，就是要进货或是百货那种，然后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在超商工作会需要会需要做更多事情，像是应对客人啊、泡咖啡，有的没的，然后上下架。我那时候做过的工作是只有把商品上架而已，其实我不需要应对客人。那对，回过头来，就是应该是有人自己会揶揄自己是条码师这样，然后我自己对于这个词汇的看法是，我不觉得它是不太算是批评吧，我觉得是蛮诙谐的。对，然后条码师，总之条码师就是超商店员，对，然后另外是外送师，外送师就是像Uber Eats 或者是 Foodpanda 或是 Grab，他们会送那个外送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从哪边出来的，但也是可能是在某些社群软体上开始有，就是我不知道这是自己是贬义还是别人去说这群人叫外送师这样，但总之就是有这个词出现，对，嗯，就师字辈就变了这么多。好，那大概聊完了一些我对工作的印象，像是有师字辈之类的工作，或者是条码式外送师，然后来聊聊我做过哪些工作。好，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打工过，那个时候原因蛮好笑的，就是因为那时候跟我交往的女朋友她在图书馆打工，所以我也想说我去应征看看好了。对，总之就应征上了。然后那个图书馆是在学校里面的图书馆，然后其实蛮轻松的，然后我觉得排班也蛮自由的，就是你只要在那个月里面把你需要做的时间的时数给消耗完，就是可能你可能会先跟你的主管，不太像主管，就是好难解释，我觉得就讲主管好，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会跟你的主管说，你可能这个月要做多少小时，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固定去应该说你也会先讲你下个月要做多久，或者你这个月开始会做多久，然后你就去慢慢把你的时间给消耗完，这样子。那其实如果有没有消耗完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也都蛮弹性的，你可以在下个月再把它做完。我是觉得
那边的，我记得那时候都叫学姐啦，因为那些有些蛮多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其实都是原本大学的学姐，就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然后那总之就是大家就蛮信任我们自己安排，对，我觉得蛮厉害的。但总之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会自己填时数，有时候我其实都会偷懒，就会想说，那我原本可能排了一些东西，然后想说就之后再做，可能我就比较想睡觉或打电动干嘛的。对，那总之那时候我就在图书馆的地下室上班，就是会刷那个 barcode，就类似条码师那个工作。但我那时候刷的那个 barcode 是我们要进新书，要去 key 档，key 进那个图书馆的答案系统。那总之就是一个蛮简单的工作，所以就找校内的工读生来做，就是像我这种。然后对，然后是我还有在那个英文补习班去当柜台吧，帮忙擦黑板，或是处理一些学生的事情，印考卷啊，或者是接待家长，然后跟家长讨论一下状况吧，就可能学生的一些状况或收缴费等等，反正那也都是像行政相关的事情。那时候，总之说做2份工，也然后大学就蛮无聊，所以就是有去做一些打工。一方面是家里的环境也不算是非常优渥吧，就还行，但就是想说自己要多做一点，去处理自己的生活费用。就毕竟自己也会想要买一些东西或干嘛，然后其实会去思考说，呃，不要让尽量不要让家里造成，对吧？那总之，大学的时候就是做这2个工作，然后其实高中的时候有帮忙家里去，就像刚刚说那个商品的上下架，就是有点类似店员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的打工经验算是做的蛮多面向的，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在网络上找到要去发传单，或是请人下载 App，然后我觉得那工作蛮烂的耶，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感觉就是真的是花时间赚钱。这样说好像也蛮怪的，但总之就是我对那个工作其实嗯体验蛮不好的，对吧？像之前在图书馆的工作，就会觉得哇，那个环境和那个我可以在非常离我就是学校住的地方很近的地方就可以去上班，这件事情是蛮不错的。然后以及在补习班，在那个英文补习班打工也还算不错。对，好啊。然后大学毕业后就去上班了，就是在写程式。对，这好意思蛮好讲的嘛。对，总之工作就是讲，就是我嗯，就是就是花时间去上班，然后刚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其实蛮多感觉蛮多东西都可以，其实蛮多东西不知道的，就可能像是向上管理啊，或者是一些怎么把问题问清楚吧，或是怎么去描述问题等等的事情，然后以及去爬那个职业那个阶梯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都没有想清楚，其实都不知道啊，不知道要去想这些事情。那其实到后工作了3、4年之后吧，就是自己的技术也比较好了一点，然后比较有余韵去思考一些那个工作以外的，不是工作以外，就是实际上在做工作这件事情、写程式这件事情以外的一些地方。再来也是因为考虑到薪资啊，就是会想说，嗯，自己的工作的状况，还有一些付出，会希望说自己的薪资可以再更成长一点，所以就会去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或者有什么办法这样。那对于工作，嗯，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算蛮幸运的，就是我的就是总的来说，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在写程式。然后，其实写程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对，有蛮多人好像都是会探索不同的工作后，才会发现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可能从高中开始吧，从大学我就有做过了一些不同的工作，就像是前面说，我去图书馆工作啊，或者是我去英文补习班当就是柜台，或是我自己去外面发传单，不是去外面，就是我找了去外面发传单的工作，请别人下载 App 的工作，就我做了其实蛮多事情的，然后也渐渐的让我感受到一些可能是哪些我想做，哪些我不想做的，对吧？就这样。那工作还可以聊什么？聊聊上班好了，上班时间好了。就是我的上班时间，我觉得工程师的上班时间好像都蛮自由的，就是蛮多时。好，首先我就会看公司，然后基本上有些公司就可以在家上班，或者是你可以完全的在家远端工作，那这个就很看公司的状况。然后上班的时间，就以我现在的这家公司来说，是有时候其实就是上午我会在家上班，如果我在台湾的话，然后可能下午有会议要开，或者是可能我晚上有在台北有一些活动的话，因为我在台湾的话是住在新北市，那我就会选择可能中午出门去公司这样，然后下午才会出现在公司。对，就是上班的时间是可以自己去 schedule，自己去掌控的。那对啊，就算蛮自由的吧，跟很多可能固定早上9点到晚上6点需要坐在办公室的工作不太一样。对，我自己之前的工作也是有必须要这样子，就是不能说就是早上10点左右你就要坐在办公室，然后可能6点才可以离开这样。那其实对我来说是不太喜欢的，就是我其实很喜欢事情赶快做一做，然后就走了。就是我以前在帮家里打工的时候，就是那个上下架那些东西，就是一天的时候，就是你就有一段时间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就是会尽量去赶快把它做一做，因为做完之后我就想闪了，我就想离开了，我就想下班了。然后其实像我现在就回过头来说，现在的工作，工程师的工作，我也会期望说，我尽量是这样，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条件，就是时间的掌握可以比较弹性一点。就是虽然工作都很多，但就是工作总会有轻重缓急，那就是尽量去赶快就是在时间内把重要的事情做一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工作远端工作，其实以及还有这些弹性，对我的算身心灵状态吧，有加分。我觉得也有一点扣分的不好的地方。首先是通勤的时间，就是会变得非常少。我之前有一份工作是，我到公司是要花1个小时的。其实我现在的工作，我要去公司也大概是要花到1个小时。然后，所以这样算起来，其实我从出发到公司，然后晚上下班，再从公司离开回到家里，我一天就会花2个小时，其实蛮可怕的。对，就是2个小时，那不用就是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其实就是不会去花到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去运动啊，或者是自己煮饭，或者是 whatever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就这种把时间拿回来的感觉，我觉得蛮舒服的，蛮好的。不然其实我觉得这样子通勤久了之后，就是以前的那个生活的习惯，会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为了工作而活着，就觉得蛮痛苦的。对，但我觉得有时候
没有去公司，就是都在家里自己上班，其实会不太有那种上下班的界限的感觉。就是至少我们出门上班，然后到公司，你就会有那种要 OK 要上班的感觉，然后离开办公室，那这种动作，我觉得在身体或心灵上都会让自己意识到说，现在可以放轻松一点的这种感觉。但我一直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感觉还在那个我的身体里面的激素吧，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我一直坐在电脑前面，他就觉得哦，我还在工作的感觉。总之就会让我的心理的状态或者是身体的感觉，好像还是在上班的那种模式。所以我后来就是会尽量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吧，或出门运动吧。对，转换一下那个，让自己的整个时间的那个时间轴上有一个跳脱工作的感觉。先到这边好了，像是刚刚讲了，嗯，台湾人有这个三师的一些刻板印象，但现在不太确定。然后还有讲了像比较新兴的外送师、条码师，但是比较诙谐啊，比较一些揶揄的成分。然后又讲了一些我自己曾经打工过、工作过的经验。我之前在补习班当过柜台，在图书馆扫过条码，然后工作就一直开始工作之后就是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就是在写程式。然后后面又再讲到了工作的一些，我自己工作的一些嗯状态吧，就是应该说工程师可以远端工作或是通勤这样，听起来怪怪的，应该是说工程师有些工程师有些工作是可以远端工作，然后就是我分享了一下我自己对于远端工作或是通勤的一些想法。OK，那就是今天 Podcast，拜。